今天的节目要从一本书开始讲起啊，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本书一共有4名作者：厉以宁、李克强、李元朝、孟小苏。这4个人都大名鼎鼎啊。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李克强，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元朝当过中国的国家副主席，而孟小苏是中国房地产界的大佬。这本书最近几天被翻出来，是因为本书的第一作者厉以宁先生啊，在2天之前去世了，享年92岁。海外很多人都说，你看厉以宁啊，跟中共的高级官员混在一起，那李克强、这李元朝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跟他一起写书，那肯定关系不一般呢，那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而国内大多数人都在纪念厉以宁先生，认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咱们今天啊，就来聊一聊厉以宁以及厉以宁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聊这个话题之前啊，咱们还是来聊一聊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话说这本书啊，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就是李克强。李克强呢，是1978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法学院。进学校之后不久呢，他就当上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2所学校在中国的江湖地位里不一般呐。其中啊，有一个不一般的这个特权啊，就是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会主席啊，会轮流担任全国青年副主席。全国青年的主席都是团中央的高级干部，所以呢，作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会主席啊，就有机会接触团中央的高级干部，所以呢，就有非常好的仕途发展机会。1982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在北京大学当了1年的校团委书记，紧接着83年就进到了团中央。在团中央呢干了几年之后，1988年他又考回到了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他的导师就是厉以宁。跟他一起回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孟小苏。这个孟小苏呢，早年呢在工厂里当过10年的工人，恢复高考之后呢，考进了北京大学新闻系。新闻系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到了中宣部的新闻局。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中共中央办公厅啊就把他挑中了，就让他去当万里的秘书。而万里当时是政治局的委员嘛，他在给万里当了6、7年的秘书期间啊，他就当时因为全国各地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他也就考回到了北京大学啊去读研究生。同样，他的导师也是厉以宁。这孟小苏啊，跟这个李克强啊，一个是来自于中南海万里的秘书，一个是来自于团中央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所以北京大学对这2个学生啊非常重视啊。那光华管理学院呢，就专门给他们成立了一个导师组，这导师组呢的组长就是厉以宁，配上了另外2个经济学家，一个叫萧卓基，一个叫刘方宇。那个时候给他们2个人经常是面授课啊，地点就在厉以宁先生家里面。据孟小苏回忆啊，那个时候所谓的面授过程中间，经常就变成了中国经济走向和中国经济政策的讨论。他们2个呢，当时还在北京大学有宿舍啊，也正儿八经上课。后来在90年的下半年，他们2个分别写出了硕士论文。那么这个孟小苏写的论文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若干战略问题，而这个李克强写的呢，就是挑战2元结构，是吧？发展城镇化。什么叫2元结构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城乡社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2元结构。城市和农村实际上是完全壁垒分明的2个世界。由于城市的户口和农村的户口之不同，农民呢，这个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他们到城市里可以打工，但是没办法在这儿定居。然后农村呢，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制度啊，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城乡2元结构。那李克强他当时的硕士论文主要就是探讨的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极力发展城镇化，把中国的农民从农村里头解放出来。这2篇论文写完之后呢，在1991年的下半年，厉以宁呢就把这2个弟子的硕士论文呢，然后放到了一本书里，他自己写了其他章节。这孟小苏写了第5章，就是他的硕士论文，而这个李克强的硕士论文变成了第7章，其他章节都是他写的啊，就结集出版，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头看到的这本书，叫《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后来呢，孟小苏啊和李克强要接着在北大读博士，博士的导师仍然是厉以宁。后来李克强呢写的这个博士论文是在这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有扩充的，研究的还是中国的城乡2元化问题啊。他的博士论文啊，最后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孙冶方奖。
事后多年啊，很多人问过厉以宁，说李克强的博士论文到底水平怎么样？他说经得起时间考验啊。在这里我插一个话题啊，中国的高级官员的论文呢，现在你在网上是查不到的。比如说你查习近平的论文，你在知网上查不到；你查这个李克强的论文，你也查不到啊。但是李克强，据厉以宁来讲，他的论文还是比较靠得住的啊。说完这段故事，我们来讲一讲厉以宁啊。厉以宁啊，其实他的经历蛮传奇的。他是1951年考上的北京大学，因为当时啊还没有在院系合并，北大还在那个故宫旁边的红楼里头。然后呢，那个时候啊，他考到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界啊。中国的经济学界当时都是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55年毕业之后呢，他就留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资料室啊。在那里头呢，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可以阅读大量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同时也给那些经济学界的泰斗们服务嘛，那也就经常听他们来讲啊，所以他实际上受益匪浅。他在这资料室里头一待了20年，这中间当然也赶上了中国风起云涌的政治时代啊，反右啊，文革啊，他中间也被下放到江西的鲤鱼洲。他自己在回忆录里头讲到啊，在鲤鱼洲里的那个期间呢，工作非常辛苦，每天要干12个小时的农活，最长的一次啊，连续干了40个小时。他说呢，停下来的时候，那手啊，连碗呢都端不起来了。他在下放劳动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当地农民啊非常清苦的生活。他这个人喜欢写诗，写了很多诗词啊，描写当地的那些老百姓啊生活之不易。他还写过讽刺毛泽东的诗，是吧？就是一下死了几千万人。据他事后讲，鲤鱼洲期间啊，看到了农民那么清苦的生活，对他震撼非常大，对他的价值观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实际上是研究财富的。看到那些农民那么穷啊，那么贫苦啊，他自然其实会想到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实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公有制的国家，这些农民会这么穷呢？会这么清苦呢？所以对他的价值观呢，震撼非常之大。一转眼啊，改革开放啊，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学界面临一个断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建国之后啊，中国整个经济学界学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什么东乃甫啊，这些人呢，都是公有制啊，还有这个什么消除剥削呀、计划经济啊，就这套公有制的这个经济学体系。但是改革开放说实在的，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呀，因为这一套东西搞了30年，证明越搞越穷。但是呢，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突然发现整个经济学界竟然没有能够读懂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我当时在清华读 EMBA 的时候，梁晓明给我们上课，他就讲他当时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啊，他其实在中国已经是教授了，但是他到那个美国的时候，他听不懂本科生的课，就是美国的经济学界的本科生的课，我们这边的经济学的教授听不懂，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但是这个时候厉以宁迎来了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资料室20年一直在读西方的经济学的著作嘛，所以在78年的时候，他就登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成为了一名讲述西方经济学的老师。那时候正逢啊中国改革开放啊，理论界也是匮乏。据说他78年他参加一次万里组织的这种研讨会啊，就讨论农民啊当时的出路问题。他就提出来，他说可以不要国家1分钱，让农民自己集资，组成股份制企业，其实同样可以发展经济。这种论调啊，在今天看来肯定是毫不奇怪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常识。但是当年这是这个于无声处听惊雷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都认为这公有制是牢不可破的，改革过程中间也不能随便的打破公有制。但什么是股份制？股份制说白了就是私有制。股份制的核心就是要产权归产权所有者所有，而公有制的核心说白了就是产权所有者跟经营者之间没有关系。所以呢，他当时提出来这样一个股份制的理论呢，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的。但是后来若干年啊，他就一直在呼吁啊，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先是农民搞联产承包，联产承包之后解决了吃饭的温饱问题之后，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就开始搞乡镇企业。农村的改革完之后，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进入到城市，开始在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如何对待国有企业问题。中国当时的国有企业面临几个大的问题啊，第一是亏损严重，有1/3的国有企业就亏损。然后呢，这个工人发不出工资嘛，
然后又如何适应这个市场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说国有企业千疮百孔，这个时候就分成了2个流派，一个流派认为应该先进行价格改革，价格改革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计划经济的计划性，因为计划经济的核心是管价格。而另外一派呢，就认为进行产权改革，就是让产权所有者拥有着企业的经营权，把这个企业归还给真正的产权所有者。那么这一派呢，就是这个以厉以宁为代表，都是要否定计划经济的，但是具体怎么路径来讲，双方有一点分歧啊。那么后来呢，等于厉以宁先生的这个方案呢，获得了这个决策层的支持啊。据当时这个他们回忆啊，就他们在讨论这个股份制改革的时候，讨论完之后，江泽民他在参加会议啊。参加完会议之后呢，江泽民还把这个厉以宁叫了过来，他说要搞就搞大的，不能只搞局部的，就是要搞全国的这个股份制改革。然后还说我弄完之后，我去说服朱镕基。就是当时朱镕基在一开始搞改革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支持，是江泽民比朱镕基更有气魄啊。然后呢，接受了厉以宁的这套方案。后来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很多人对这个股份制改革心有疑虑，因为你要搞这个股份制改革，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公有制啊这样的一个牢不可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就被打破了。这个时候呢，厉以宁就提出一个方案，他说啊，不用怕，你们不是担心所谓的国有制这个受到挑战吗？你现有的国有制的这个股份呢，存量不动，你可以在市场上发行一些新的股票，而增量部分让其他人所有嘛。于是呢，很多人就同意了，中国就建立起来了最初的股票交易市场。1994年的时候，纽交所的这个联席会议主席到北京访问，邓小平送给了他一张中国的飞乐公司的股票。其实这也是一个象征啊，就中国开始进入到了股份制的交易时代。后来一转眼，这股票市场发展了10来年啊，这个股权分置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国有股独大，你市场上只有一少部分啊这个股票在交易。说实在的，股东会议都没办法开，就是你一股独大嘛。那其他人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厉以宁先生又提出来所谓的股权分置改革，也就是国有股全流通。这国有股全流通的时候呢，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国有股的股东需要不需要对流通股的股东呢进行一些补偿？当时呢，这个厉以宁先生就认为应该补偿。为什么？因为当年你在搞股份制发行改革的时候，你说国有股暂不流通，这是一个要约，所有的股票啊有溢价，就是基于你这个要约。你现在要改变这个要约的时候，你就应该给这个流通股的股东啊进行适当的补偿。所以最终就是以这个国有股的股东给流通股股东啊配股的方式啊，最终解决了股票全流通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改革还是蛮有创意的。最终啊，在06年之后，中国的股票市场终于实现了全流通。虽然今天的中国股票市场啊，跟西方成熟的国家的股票市场比起来，还有许多问题，比如发行制度啊各个方面，但毕竟已经建立起来了一整套的属于中国的特色的这么一个股票市场。这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间所起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功劳非常大的。我个人觉得，就仅此一点啊，那厉以宁先生的这个功绩啊，也是这个非常令人尊重的。其实，在厉以宁所处那个时代啊，我们怎么看啊？就是很多人都说，其实那一代的经济学家，你包括像厉以宁啊、这个吴敬琏呐，甚至包括张维迎啊、周其仁呐这批人呐，如果按照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去看啊，其实他们的理论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地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啊，他们为什么了不起呢？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啊，他们对历史往前推动所起的作用啊，是许许多多那些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所起不到的。比如说那哈佛的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那些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学在特定的理论领域里研究得非常精细，但是呢，它其实对整个社会的推动远远不如改革开放之后啊草莽时期的那批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这批经济学家虽然说没有那么高深的数学知识啊，那么在微观领域内那么精细的研究啊，但是它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说白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呢是一个自为的过程，不是自发的过程。而市场经济最开始在西方社会兴起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自发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这个现象，写出了《国富论》，亚当·斯密啊，产生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学的这个流派。这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中国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因为计划经济本身是被设计出来的。那么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弄。同时啊，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思想智库啊，就是这么多年几十年的洗脑，大多数人都认为计划经济就是优越，公有制就是优越，而私有制啊，说白了其实就是落后。所以你还要克服人们的这种观念，在改革过程中间怎么能够说服这些人渐进式的向前推动改革，这个其实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厉以宁先生推动的这个所谓的股份制改革，就非常好的体现了中国改革的特点。你包括中国的价格改革也是如此，张维迎先生所提出来的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对不对？因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刚改革的时候，中国实行了独特的双轨制，并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完全并轨，那么呢也使得这个改革过程中间的代价较小。你比如说周其仁先生他研究的承包制，其实承包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里都不存在，因为它不存在这种所谓的经济形式啊。但是这个承包制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间所起的作用，那确实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啊，就那一代的经济学者啊，虽然他可能没有特别高深的这么经济学理论，但是他的确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人经常有一个误解啊，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啊所取得的成就啊，说白了是本应该如此。也就是说，中共的整个这个体系啊，在30年、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啊，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你只要不管，你正常，好像这个国家就能发展。我其实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啊。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呀，真正能够发展起来的并不多。你比如说，我前几天去那个波塞尼亚，这波塞尼亚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对不对？但是它经济就比较贫穷。那你像拉美有那么多国家都那么贫穷，这东南亚有那么多国家都非常贫穷，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起来呢？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持续40年的经济繁荣呢？那么在我看来啊，那跟这个经济政策的选择有非常大的关系，而这个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又跟这一批经济学家当时啊推动这个政策的转型有非常大的关系。有人说啊，这是历史选择了这批经济学家，因为中共当时要推动改革嘛，于是有了厉以宁，于是有了毛于轼，于是有了林毅夫。但要我说啊，其实这些经济学家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推动了政策的往前发展，也并不能说单纯的是政府选择了这些人，因为其实当时一方面有经济政策的决策问题，也有所谓的经济政策的论述问题。就我刚才讲的，当时有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啊，这个公有制就是优越，而这个私有制就是落后。但是怎么论述市场就是比计划经济要先进，要让普通的老百姓接受这个观念，要让我们当时政府的决策者接受这个观念，其实对于改革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啊，改革本身的路径选择，其实在我看来，比经济学的原理啊，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经济学的原理非常简单，但是具体到各个国家，你把它变成一个可行的政策，是非常之难。选择一个非常好的改革路径，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中国过去的40年的改革开放值得肯定。不管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大外宣啊，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啊。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批的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啊，甚至包括所谓的情怀吧，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迎来了40年的经济繁荣。我觉得他们本身都值得非常尊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厉以宁先生创办的。光华二字啊，出自于《尚书》，叫日月光华，旦复旦夕。复旦大学的复旦二字啊，也出于这句话。厉以宁先生创办光华管理学院的时候啊，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中国啊最重要的决策者，也包括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家，都能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接受教育。如此呢，就能保证中国的经济决策啊，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呢，能够在一个健康的道路上。所谓日月光华，旦复旦夕，指的就是这句话吧。如此你就可以看到了，他和李克强、李元朝合写的那本书《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但大家都知道啊，现如今李克强呢已经离开了总理的位置，李元朝也退休了，
而现任接班的这批中共的高级决策层啊，似乎对前30年改革过程中间所取得的那个成就，以及改革开放的路径啊，都有一些怀疑甚至否定。我不知道啊，这个厉以宁先生啊，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作何感想？有没有想到啊，光华当时的那些梦想啊，在今天正在逐渐的远去？他自己呀，在即将离世的时候，有没有一丝丝历史深处的忧郁呢？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